碧霞最挚爱的亲友与家人。2015年9月7日，在勇敢对抗癌症4年之后，林博士在家人朋友满满的关怀之中安详辞世。上个月的告别式，我们与他珍重再见。我们感谢他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深深的思念他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博士的故事。我们所深爱的碧霞出生于1951年5月15日，在民风淳朴的淡水小镇，排行第3的碧霞到来，为家里带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。那个时候家里只有2个孩子，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人并没有很旺，以那个年代来讲，那所以碧霞来了，对这个家来讲是一个稳定的力量。那个年代对台湾与林家而言，生活并不容易，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，就是家里生女儿，要给掉的可能性很大。对，是穷到那种地步，人家说，给你吃鸡腿哦，衣服给你穿，那你跟人家走。碧霞差点成为了被送走的女儿。那我姐姐碧霞就说好。就可以归退，对，然后就帮他带，离我们家有一段距离。然后那时候我爸爸才回来，然后我爸爸就赶到那边去把碧霞追回来，这样子。但是碧霞从小就有自己的原则。结果鸡腿啊，他放下哦，他没有吃哦，他放下。当时林家靠着些小生意，努力照顾一家子的人，卖过刨冰、杂货，后来则是卖菜。当时的碧霞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，每天需要到制冰厂搬运厚重的冰块。这样子哈，他那个用锯，那一般我们大家都会提一个像豆腐形状，然后这边再画十字，然后再用那个草绳绑倒过来，然后我们就要提回家。那样对一个小女孩来讲是蛮重的，所以然后还有，如果你要有点靠到脚，又会太冰。从小碧霞就充分展现她的创新天赋。他后来想一个办法，用什么东西就不会那么累。他有什么办法？雨伞怎么弄？拿雨伞或雨伞这样拉上来。很多创意哦，对。小时候因为家境的关系，家里原并没有让碧霞念小学，但是在大姐的坚持下，晚了1年，碧霞才到小学报到。这得来不易的机会，碧霞非常的珍惜。二姐的成绩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家的邻居是个里长，就推荐她申请清寒奖学金，所以她也为家里争取了不少的钱来贴补家用。在班上总是第1名的碧霞，也非常热心的帮助同学。数学那个同学哦，他叫高0分，所以朋友都会说，高0分考试考0分，就碧霞就教他，结果考到60分。为什么他要教他？因为老师说第1名的人要教最后1名。从初中开始，碧霞每天必须花费3个小时从淡水到台北上学。那么小的孩子，12岁就要到台北去读书，然后一早搭6点45分钟的火车到台北，要1个小时，再走路到候车站去坐公车一张，大概是20分钟，所以他每天来回大概超过3个钟头。接连考取名校的碧霞是林家的骄傲。放榜的那一天，我们的爸爸一大早就把收音机打开，很仔细的听。当他的名字被公布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一阵欢呼。我们家那一天的收音机整天一直在听他重播。每当他的名字又被公布的时候，我们又是一阵欢呼。要有1-2个礼拜，亲戚朋友左邻右舍，甚至于我们走在淡水的街头，都有人跟我们道贺。考上台大园艺系，大学时期的碧霞是大家眼中认真又热心的同学，常和好友们一起出入图书馆。好学的她还修了许多外系的课，其中碧霞特别喜欢化学，从有机、无机到生化，她通通都上。
大四开始，陛下更进一步开始选修研究所的课程，同时也进入系上老师的研究室帮忙做实验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怀着对研究的热忱，陛下继续在研究室担任助理的工作。当时研究资源并不富足，空间也不够。就是最早他们做那个草莓组织培养的这个地方，也是从这个储藏间改过来的。在这个小小的角落，陛下培育了他大大的梦想，开始藏一个。当时研究室的老师郑振勇教授是出了名的严厉。就我给你听，你就知道，人家如果问起来说，你知道老师谁吗？我知道是郑某某。我觉得第一个惊讶说，哇，你那我都待那么久啊！在研究室的工作上，陛下态度谨慎，要求严格。最深的印象，清完以后冲水，就是最少冲7次。那也就是要做到你洗完的烧杯倒过来，水是能够很顺的全部流掉。如果它不顺，就表示你的烧杯洗得不够干净，重新再去清洗干净。那天底下只有他认为7次不够。虽然严格，但他认真热心指导，陛下是研究室学生们最信赖的助理。要找什么东西哦？找他。得到找东西找他，拜托他。那为什么不问郑教授？太忙了，弄不清楚在哪里。在担任研究助理的期间，陛下也在经济压力稍减之际，开始进修硕士学位。于1978年，陛下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。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白马王子。你爸爸给我的第一个印象，他很注重穿着。啊？这叫代控啊？那是现在。我们那个老师当年是这个万能迷倒太多年轻的这个小姐。真的吗？对。这颗不时何时埋下的种子，悄悄地发了芽，然后开花，结果，再结一个果。一家4口加1条狗，幸福非常。但是，美满而忙碌的家庭生活，并没有让陛下忘却他对研究的热爱。在郑教授的支持，甚至是坚持之下，陛下在婚后第4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。博士之路需要强大的热情与耐力。实验的工作是这样子啊，有工作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没日没夜。我想你也知道哈。陛下还需照顾当时还包着尿布的儿女。妈妈啊，无论如何5点钟就要赶飞去。为什么？弄饭给梅娜一吃。这么念家哈，照顾家里。家庭与研究兼顾，陛下付出的努力超乎我们所能想象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很多地方玩，然后也去过很多国家，可是好像都是去农地，然后一直照那个叶子，然后或是烂掉一半的水果。终于成为我们认识的林博士，恭喜你，陛下博士，我们真心的为你高兴。陛下的孩子们都强力推荐大家要有一个博士妈妈。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，科学展览很多次都拿全班的第1名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大学的时候要申请，但是不知道申请什么，然后可以代表全校去比赛。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说，不然你就填化工系好了。可是我回头想一下，好像一半以上其实都是妈妈做的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自传，妈妈可以帮你写。然后妈妈还会帮我把格子画好。就画好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要写什么，叫我写。所以说我会念化工，应该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。所以其实他好像在小时候是在教我作弊。1992年，陛下很幸运与主妇联盟相遇，相知相惜，
为共同理念奋战一生的伙伴。之后呢，就开始讲说，我们应该要提升台湾的农业自给率，要辅导小农啊，然后怎么讲。那时候每个人就听了就这样趴在那里，我觉得这个人是不错，这个人比较稀少。不单单有专业，碧霞博士更具有难得的亲和力，总能深入浅出的阐述理念。因为我们妈妈很厉害，她可以把一些科学知识转化成主妇联盟可以，就是家庭主妇可以懂的一些厨房的知识。我觉得这是妈妈很厉害的一点，非常非常成功的一点。来讲啊，我觉得碧霞也是就是说，如果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不清楚的，觉得就是可以问。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长一段时间，她提供了很具体的方向，能够付出，也收到热烈的回应，给了碧霞很大的鼓舞，更让她乐在其中。一直都很喜欢讲的一件事情是，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妈妈都没有当过，妈妈没有真的当过老师，可是其实我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会叫我林老师其实她真的还蛮开心，就是能够去教别人，然后去分享她很多事情，而且还买1送1。好像第二个礼拜他就把爸爸也带来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很快的。我不知道是因为爸爸很好奇，还是他有很好奇，还是说他能够把爸爸也带过来。那我们就那时候就觉得说，不是一个专家，2个专家一起来。林博士与郑教授是大家公认的最佳拍档，真的也搭得很好。碧霞跟教授，你说，举例来说。几乎每次开始以后，有人问你爸爸就在说，你们知道你们吃要怎么样？你们吃的菜怎么样啊？进来就是先吓我们，对，然后呢把我们吓到3魂7魄飞了，然后呢爸爸真让我们郑教授让我们受到很大的惊吓，然后呢又串起赛，然后妈妈呢，我们的碧霞就会负责帮我们收金，然后把我们的魂魄收回来，让我们不要恐惧，得到解决的办法。无论是工作上，或者是私底下，就是妈妈都一直是就帮我们这些人做一个疏解缓冲的，免得我们跟你爸爸打起来。然后有一天你爸爸从办公室外面走进来，然后看到我们2个就说：“哇塞，2颗横山梨。”然后就很生气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又是主妇联，然后我们2个正在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又碰到你爸爸，我最怕的又碰到你爸爸。然后呢，你爸爸就说：“再吃吧。”所以呢，菊秋阿姨我就跑去跟碧霞说：“碧霞，你老公又说我们胖，上次说横山梨，现在说胖，我们还有什么生存下去的力量？因为又胖又丑。”然后后来呢，碧霞就说：“哎呀，他老婆也很胖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，他不敢讲。”我说：“对嘛。”后来我马上转头跟教授说：“你以为你们碧霞就不胖吗？”你是觉得很好笑？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，碧霞博士继续与主妇联盟的伙伴携手，推广共同的信念。而后，碧霞的事迹与创举，我们都一起见证了。对碧霞的想念没有终点。每次姐姐回来，我们家就会有一种，他觉得不可行，可是他也没有真的很说我冷血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吧。可是他应该没有发过脾气，他不会跟人家计较，他也不会跟人家吵架。问题碧霞就是都一直皱眉头。我没有注意到皱眉，可是他应该没有发过脾气。我印象中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家有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跟你也没有吗？有了。我觉得脾气都被你爸发光了。我总是想念着碧霞的幽默。对，我就发现她其实是很活泼的，因为那个部分呢，妈妈就会坚持，就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。她对于人家把她形容成她是品学兼优，她觉得有点，觉得我根本不是，我没有那么乖。说这个东西要丢我就想说，要不要跟老师讲一下？
那想说算了。然后说他好讨厌做家事，折衣服什么他都不喜欢。考试才看的嘞。妈妈那是一颗肥料，一包肥料。你再去剪接。很快要不知道怎么去参加追思会了。不要来，他们会把这个拿掉。碧霞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当中，然后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在天上很快乐的生活，那我们都会想念你的。我是谢谢你为合作社还有大家做的一切，谢谢碧霞姐告诉我蚯蚓的大便是最肥沃的土壤。谢谢碧霞老师，儿子很爱你。亲爱的妈妈，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会好好照顾韩瑞、仲颖还有爸爸。妈，我们会很坚强，我们会好好做人的。博士，你的好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感谢碧霞老师，让我们对于农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然后对食安有更深切的了解。碧霞，我们都很想念你，但是我们知道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博士不用再担心我们会让绿藤继续成长茁壮，成为你最棒的一个骄傲。自己不行。